刚成亲1年，我的夫君就将秦柔曼带到我跟前，说要纳她为妾，我自是不允。秦柔曼仗着夫君的宠爱，和我斗了起来，整个侯府从此变得乌烟瘴气。最终，我失去了我的孩子和生育能力，秦柔曼失去了她的性命。可后来我才知晓，夫君爱的一直是他的白月光。我被关在庄子里，孤苦了30年，带着不甘死去。这是哪儿？这是秦柔曼！我居然回来了！既然上天让我回来，那你且看好吧，高斩师。阿武，柔曼的身子已经给了我，我不想负她，亦不想欺瞒你，所以来同你商量，可否抬柔曼做妾位？以后你在后院也可有个伴儿。前世我和秦柔曼的矛盾就是这时开始的。高斩石，你我才成亲1年，你就要纳妾，你要外人怎么看待我这个正室？把他赶出府去！柔虎，你疯了！柔曼是孤女，她爹当年是用命救了我爹，现在要将她赶走，是想让天下人都指责我安门侯府忘恩负义吗？阿武，你是国公府嫡女，怎可苛责侯府恩人的后代？不过抬为妾室，外人只会夸你贤德，你何故如此？夫人，好啊，其实我正有此意。柔曼年纪不小了，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的养在侯府，旁人说起来也不好听。柔曼父亲毕竟是我们侯府的恩人，若是草草收房，倒显得我们刻薄了。便是做妾，亦不能少了礼数。春回，去通知账房支取银票，咱们侯府要风风光光的为柔曼办一场小喜事。我既已和夫君成亲，夫妻本是一体。夫君既然想要纳你为妾，我身为妻子，自然以夫君为先。夫君既要给你体面，我若在此时气恼，那岂不是在打夫君的脸，让这府里的下人们看笑话？我身为国公府教导出来的嫡女，这点容染之量还是有的。暂时，今日之事可一不可二。频繁纳妾，一则会让外人以为你沉迷女色，若是被言官参一本，圣上会减少对你的器重；二则，我娘家国公府也是要脸面的。若是别人说我周家女进门1年，夫君就3妻4妾接连不倦，我哥哥弟弟们闹起来，我亦不好向父亲交代，你说是吗？这不对啊，他怎么就同意了？阿武，你能这样想，自然是最好的。前世我被愤怒冲昏了头，竟看不出你这在给我下套。如今我顺了你的意，你反而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了吧？阿武，你是真的愿意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走吧，我们现在就去婆母面前禀明此事，把名分定下来。母亲，我想纳柔曼为妾，求您成全。胡闹！哪有刚成婚1年就纳妾的？暂时，阿吴是你的妻子，做事之前你要先考虑一下阿吴的感受。母亲，我同意的。既然阿吴都这么说了，那便依了你们吧。谢母亲成全。阿武，初七就是吉日，就在5天后，咱们就在那天把纳妾礼办了，你看如何？你看着办吧。看来夫君是真的很喜欢柔曼，瞧瞧，都高兴得不知所措了。我想起户部还有些公务要处理，母亲，儿子先行告退，去书房处置公文。处置公文？怕是急着去跟你那位新监商讨接下来的对策吧？秦姨娘，你如今也过了明路了，既然进了高家的门，就该知道心疼夫君。书房寒冷，研墨加炭这种贴身伺候的差事，以后可交给你了。柔曼，谢过夫人提拔，这便去书房伺候。唉，孩子，今日委屈你了。前世我被送往城外的庄子上，家族看我失势，没一人替我撑腰，庄子上的人被收买，害得我受尽苦楚。可是我做错了什么呢？
我只是嫁给了一个不爱我的人。母亲，我既然嫁给了他，我便是他的妻。今日我若不允，他心里便总存着这份记挂，日日夜夜牵念着，我早晚得允了他。与其等到那时候磨得夫妻情分都折腾淡了，倒不如我今日成全了他，好歹他也还能念我一声好。好孩子，真是苦了你了。暂时这孩子年轻，心里没个轻重，不知道疼人，可母亲心里有数，母亲疼你。换管事进来。在。去，把库房钥匙、府上的账本都取来。是。从今日起，这安南侯府的掌家大权便交到你手上了。这几间首饰铺子的契书你也收着，算是我给你的私产。婆母替他那薄情的儿子给的补偿还真是大方，谢过母亲。阿武，你放心，我会亲自去敲打斩石，让他念你的好。夫人，表小姐来了。徐香瑶，她是婆母表妹的女儿，寄人篱下的表小姐，明知身份悬殊许不得，便与高斩石筹谋，拿我当挡箭牌，拿秦柔曼当马前卒。上一世，我竟被他装出来的柔弱耍弄了一辈子。请表小姐进来吧，我倒要看看这一次你打算怎么编。嫂嫂，听说你允了表哥纳妾？是啊。啊，这怎么行？嫂嫂莫怪，我是为你不平。嫂嫂，你是国公府教养出来的高门贵女，那秦柔曼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没名没分的孤女，也配与嫂嫂你共侍一夫？表哥也真是的，明明有了嫂嫂这样好的正妻，还不知珍惜，什么香的臭的都往房里扒拉，半点不顾及嫂嫂的脸面。就是这些话，上一世我被他这些看似贴心的话激得火冒三丈，跟秦柔曼斗得你死我活，最后让他渔翁得体。香瑶，你到底还未出阁，尚不懂女子嫁人后作为一家主母的难处。柔曼家世虽然远不如我，可他爹当年是为了救老侯爷才丢了性命，这份恩情侯府不能不还。他性格直爽，斩石会喜欢上他也是人之常情。况且斩石已经答应了我，有了柔曼之后，这房里以后再不添别的女子了。你说，我若为了一个秦柔曼跟斩石闹得家宅不平，最后寒了他的心，对他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春回，把那大红的绸布和纳契里的单子拿给表小姐瞧瞧。香瑶，你来得正好，帮嫂嫂参上参上，这午猎后的纳契里该怎么布置才最是风光？你看这对龙凤红烛，要选最粗的那种，点上3天3夜都不能灭。还有这对金如意，要选成色最好的。还有这对玉镯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可这都是为了斩石好。嫂嫂，我忽然想起姨母那边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夫人，姑爷他也太欺负人了，刚成婚1年就纳妾，这不明摆着打国公府的脸吗？奴婢瞧着表小姐说的半点没错，咱们不能就这么忍着，回国公府吧，去向老爷和夫人告状，让他们替您做主。告了状，然后呢？自然是让老爷把姑爷叫过去，狠狠申斥一番，再让姑爷亲自带礼上门给您赔罪，让他往后不敢再轻慢了您。道歉，春回，不过是一句虚伪的道歉。不能吃不能穿，我要来做什么？我已经嫁到了安南侯府，成了当家主母。高斩石就算纳100个妾，我爹娘也不可能让我和离回去，继续做公府的姑娘。可老爷夫人最疼您了，他们是爱我这个女儿，但他们更爱国公府的颜面，更爱祖辈传下来的名声。若有一天我声名狼藉，损伤到了国公府的清誉，我敢断言，爹娘会毫不留情地舍弃我。家族清誉重于一切。夫人，那
那您该怎么办？放心，只要我不行错踏错，国公府永远是我的后盾。安南侯府早晚会是我的家。按照前世的时间推算，我那无缘谋面的孩儿，此刻应该已经在这里生根发芽了。柔曼，你瞧这恒兰院可还顺眼？这离暂时的书房最近，抬脚便能过去。侯爷的书房自然是该离我近些。光有这些死物哪够？你瞧你这身衣裳，到底是旧了些。明日我亲自带你去珍宝阁和锦绣缎庄，选些最时兴的赤金首饰，再请受经最好的裁缝给你量体裁衣，定要让你进门那天惊艳全城。真的，那些铺子寻常人可进不去。你是侯府的恩人，如今又要成了一家人，我不疼你疼谁？夫人，老奴本不该多嘴，可那位秦姑娘实在太不像话了。奴才不过是劝她那太湖时辰，请您避一避。她还说，连夫人您都要避她3分。说完，便给了奴才一个耳光。府里的管事们哪个没被她编排过？她仗着侯爷宠爱，连库房领东西都要加塞，谁不从，她便在恒兰院闹得满府皆知。我这哪里是在给一个妾室脸面，我是在给夫君脸面。谁叫他现在是夫君心尖上的人呢？若我为这点小事去责难他，岂不是让侯爷在中间难做？夫人，您真是太贤良了，为了侯爷竟受这等窝囊气。去账房指点银子，给受委屈的弟兄们买些药，让他们都忍让些吧。哎，是。瞧见了吗？秦姑娘那排场手里拿的可是内造的绸缎。如今谁不知道她是侯爷心尖尖上的人，连主母都避着她的锋芒，半句重话都没说过。夫人，您何苦这样抬举他？连那么珍贵的昆仑丸都给了他这种人。左右是我现在用不上的东西，给就给了，有什么好心疼的？如今谁不知道他是侯爷心尖尖上的人，连主母都避着他的风光，半句重话都没说过。春回，你要记住，这养条狗啊，总归也是要喂几块肉骨头的。上一世，秦柔曼虽然不是死在我手里，可我腹中的胎儿是在他和我推象的时候摔没了的。如今我利用起他来，倒是心安理得。柔曼，过来，这是我成亲那日宫里御赐的昆仑丸，一共就2颗。今日是你正式成为斩食妾谢的日子，这粒药丸我赏给你了。昆仑丸千金难求，最是调理女子身孕。侯爷平日最爱重我，夜里恨不得长在我屋里。有了这灵药，我一定能很快给侯府添丁。太张狂了，不过是个妾室，竟在夫人面前你呀我呀的，连个规矩都没有。夫人吩咐了，把今晚席面上的酒水全换成这桃花醉。这酒闻着缠绵，后劲肯定大。我太了解秦柔曼了，今晚只要高斩石走不出恒兰院，他定会抓紧机会，让那颗昆仑丸发挥供养。柔曼，给夫人敬茶。走吧，随我去给婆母请安。香瑶来了，坐吧。秦姨娘，这有你做的份儿吗？你不过是个侍妾，该站在主母身边端茶递水伺候着。哼，秦姨娘，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。徐香瑶，你这哪是为我出头，分明是昨夜自己等不到人，在这儿抓着秦柔曼出气。母亲，秦姨娘昨夜辛劳，我身边不缺人伺候，就让她坐着吧。回头展日下朝回来，该心疼了。阿武，你这孩子过于心善，你给我等着！夫人，不好了，秦姨娘和表小姐在花园里吵起来了。秦姨娘把表小姐送去的花全剪了，表小姐正哭着要去老夫人那儿告状呢。春回，去库房取那匹新进的苏绣料子，带几个伶俐的人去恒兰院劝劝。夫人，该怎么说？就说夫人知道姨娘受了委屈，表小姐云英未嫁，又是侯爷亲表妹，
难免心高气傲，叫他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暂且不计较。是。香瑶，这是怎么了？哭得这般委屈。嫂子，那秦柔曼简直无法无天。我好心去送花，她竟然指桑骂槐，说我这没出阁的姑娘，整日盯着别人的院子瞧。好妹妹，嫂嫂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秦姨娘到底是暂时心尖上的人，性格直爽些也是有的。你若这样闹到母亲面前，回头展时要是知道了，该心疼坏了，定要怪罪你。可那秦柔曼也太嚣张跋扈了。哟，秦姨娘这是刚从哪儿回来呀？一身的香气，怕是把整个侯府的香料都用光了吧？哼，总比某些人好，整日里酸溜溜的，像个没人要的老姑娘。是童爷在说，闹吧，你们闹得越凶，我的孩子越安全。相公，你看我的手，你看我的拳头。够了！户部公事繁重，你们就不能让我清静片刻？他俩撕起来，高展时一个头两个大。正好年底了，他便总借口差事忙，窝在户部不肯回家。年底各房的支领我已重新核定，秦姨娘那边的排场照旧，但该入账的一分都不能差。刘管事，这绸缎庄的利，你以为我不查就没数了吗？夫人饶命！起来，念在你伺候多年的份上，账和情，我可以不告诉侯爷。谢夫人，谢夫人。夫人，如今大大小小的管事都被您恩威并施地敲打了一遍，要不要趁着年底，把那几个要紧位置换成咱们国公府的人？不急，月底了，若此时大动干戈，难免落人口实。好戏才开场，现在换人还不到时机。阿五，你看给国公府准备的这一份，是不是还要再添2株血珊瑚？阿五，快去请府医来！恭喜老夫人，恭喜夫人，夫人已有喜3月余，脉象稳健，母子平安。你这傻丫头，有了3个月的身孕，竟然都没发现！快派人去户部把侯爷请回来，就说他要当爹了。等下，先别急着请侯爷，正好大夫在这儿。秦姨娘这些日子身子也不痛快，不如让大夫顺道也为柔曼请个脉。贺喜老夫人，秦姨娘也有喜了，已月余有余。我就知道，侯爷若是知道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开心呢。双喜临门，这可是双喜临门！快去户部给侯爷报喜！春回，给大夫取一份厚厚的赏银。徐香瑶，前世你竟看着我怀孕时也这般痛苦吗？别急，这只是开始。瞧瞧，这都是要当爹的人了，竟还这般毛躁，也不怕在孩子们面前丢了脸面，没个稳重样。当真？阿吴、柔曼，你们当真都有了？上一世，他得知我有喜时，也曾有过片刻的真心，可那点真心转瞬即逝。花朝节那天，他故意与我争执推搡，他就那样眼睁睁看着我摔倒，失去了那个孩子。不过这一世，秦柔曼也有了身孕，最碍眼的恐怕是她自己的肚子。她和徐香月既然爱撕，便由着他们撕去，我只需护好我的骨肉。阿武，你是正妻，这次立了大功，你心里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提，我都让世贤去给你寻来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多谢母亲疼爱，阿武倒没什么想要的，只是最近不知怎的，
总觉得精力不济，格外容易疲惫。母亲，这年底了，府里事情杂乱，掌家权在我手里，我怕是没精力管得周全了。也是，有了身子的人最忌劳神。不如这样，将对牌暂时交给香瑶表妹吧。香瑶心细，让她替我管上一阵子。看我竟糊涂了，还是阿武想的周到。你刚有孕，确实该歇着。香瑶，那对牌你就先拿着，等过完年府里清闲了再还给嫂嫂。凭什么给表小姐？表小姐不过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哪有给侯爷管家的道理？传出去也不怕人笑话。夫人若是累了，妾身瞧着自己精神劲儿好得很，不如……哼，不让表小姐代管，难道让你来管吗？秦姨娘，你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现在也有了身孕，平时在后院打打闹闹也就罢了，但要是谁敢损害到展石的子嗣，你们自己掂量着点儿。姨母和嫂嫂放心，香瑶定会替表哥管好这个家的。我年纪小，若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嫂嫂和姨母多教教我便是。徐香瑶，你大约觉得这是你反败为胜的最后机会了吧？夫人，表小姐真是雷厉风行，趁着年底人手紧，说咱们院子洒扫的人不够，硬是塞进来一个叫冬梅的。冬梅，春回，盯紧那个冬梅，只要她在院子里，绝不许她踏进内室半步。还有，从今日起，这院里大大小小的人，谁也不能碰我的吃食，尤其是这安胎药，入口的东西必须由你亲自盯着，懂吗？奴婢明白，哪怕是一碗水，奴婢也绝不经旁人的手。阿武，今日我再给咱们的孩子念几遍：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徐香瑶和秦柔曼整日掐个没完，她这是被闹得怕了，跑我这躲清静来了。她既然想念，我便让她念。左右口干舌燥的人不是我。表哥嫂嫂，这是我特意给嫂嫂寻来的燕窝，最是滋补。嫂嫂瞧，表哥对你多上心，亲自来陪你。夫君也是心疼孩子。收好吧，放在八宝架最里面，记住一口也别动。奴婢省得。阿武，宫里规矩多，你这几日害喜好的厉害，母亲不让你去受罪是对的。我这就进宫去了。夫君慢走，万事小心。姑娘，奴婢方才留了个心眼儿，看到厨房的刘大娘避开人，悄悄去寻咱们院子的冬梅说话了。厨房那个刘大娘原是徐香瑶的奶娘，徐香瑶一拿到对牌，就把她塞进了厨房。徐香瑶这是要动手了。春回，今晚家宴，你绝对不要离开老夫人的视线。姑娘，您这几日害喜害得这般厉害，身子虚得连路都走不稳，奴婢若不在身边守着，您哪能撑得住呀？我说的不是我，我说的是你。你不能离开老夫人的视线。奴婢听姑娘的，奴婢一定寸步不离地守在老夫人眼皮子底下。春回姐姐，竹明院那边出急事了，您快随我回去定夺。竹明院能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？今日除夕，左右不过是那起子婆子打牌吃酒闹了口角，今日主母害喜这般严重，我身为贴身的人，怎能放心让她离开我的视线？你们有什么事情，都等明天再来同我说。阿武，你这个丫鬟不错，是个分得清轻重的。母亲夸的是。春回，听到了吗？做事要分轻重。今晚你唯一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我，一步也不许乱跑。是，奴婢遵命。怎么还站在这儿做什么？今日我这心里总觉得欢喜，便在母亲这儿赖着了。你这孩子，平日里最是守礼，今日倒像个粘人的小猫。大约是我儿想陪他祖母守岁，等着祖母的烟岁红包呢。
所以这会儿怎么也不肯让我回竹明院去。好，好，好，祖母的红包早备下了，快去把那软榻搬来，再多添2个暖炉。阿乌若是坐累了，就在这小躺一会儿。今晚咱们娘俩一起守岁。香瑶，你去盯着，指挥管事去门口把鞭炮准备好。是，香瑶这就去。老夫人救命！见红了，见红了！哪儿来的疯丫头？除夕夜里，姨娘见红了！什么？姨娘半个时辰前就说肚子不舒服，一直在如厕，跑了2还以为是吃积食了，谁知刚才发现她裙子上全是血啊！那还等什么？快请大夫！我也去横兰阁瞧瞧。赵嬷嬷、春回，你们现在就送夫人回竹明院休息，路上一刻也不许耽搁，万万不能让她受累。你还怀着身孕，这种肮脏场景去不得。秦姨娘不过是个妾，她见红就见红了，那是她的命。你的肚子可不能出半点差差。横兰园那边，我让香瑶去盯着便是。好，都听母亲的。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夫人，您快醒醒！秦姨娘小产了。那个姓秦的小蹄子真不是东西，孩子没了，他反手就咬人，一口咬定说是吃了咱们院子送去的芙蓉酥才闹肚子的。侯爷一早知晓，勃然大怒，带着人冲来质问您。幸好奴婢记着夫人叮嘱，当着侯爷的面再三分辨。奴婢昨晚一直守在老夫人眼皮子底下，半步没离开慈安院。老夫人当场做了证，说奴婢一直在您身边伺候。侯爷见咱们院子滴水不漏，这才火冒三丈的把那个送芙蓉酥的冬梅给带走审讯去了。哼，徐香瑶借冬梅的手下药，又想借秦柔明的嘴栽赃，这一箭双雕的算盘倒是打得响，听着倒是挺热闹。我做过一个梦，秦柔曼推搡我，害我没了孩子，断了指望，现在轮到她自己尝尝这滋味了。春回，你说她现在的钻心之痛，是不是和我梦境里一模一样？夫人，冬梅被带走了，她受不住刑，会不会把表小姐供出来？要是侯爷知道了表小姐这般蛇蝎心肠，是不是就能把她赶出侯府去？静心，你真天真。高斩师急呼呼地把冬梅带走，不是为了查真凶，他是怕冬梅骨头软，在老夫人面前供出徐香瑶。他那是心疼徐香瑶呢，哪怕徐香瑶亲手杀了他还没出世的孩子，他高斩师也要赶在真相大白前，替他的心奸把后患处理干净。侯爷他竟能为表姑娘做到这一步，连亲生骨肉都不顾了。夫人，表小姐既然已经拿到了对牌，何苦急在这一时？她为什么定要指使冬梅冒这么大的风险送芙蓉酥去横兰院？因为她贪婪。徐香瑶这个人心思极重，走一步棋，恨不得一口气吃掉2、3颗子。她恨秦柔曼的肚子，恨得牙痒痒，早就想除之而后快。可秦柔曼自从有了身孕，防她就像防贼一样，叫她根本寻不到机会。昨晚可是除夕，府里上下忙得脚不沾地，下人们最是松懈，连秦柔曼自己也会觉得大过年的没人敢触眉头。徐香瑶就是算准了个机会，不光要秦柔曼的肚子，还想趁乱把这盆脏水扣在咱们竹明院头上，彻底把我这个正院主母也拉下马。徐香瑶手里的对牌和管家权是好不容易才从我这儿分走的，她不想还也不能还，
只要我这个正房夫人犯了错，这长家的大权她就能顺理成章的继续把持下去。怪不得昨晚家宴，您特意请了老夫人身边的赵嬷嬷，将宴上吃食各分了一份送过去。那些吃食经了赵嬷嬷的手，徐香瑶不敢动，所以只能从厨房临时添的芙蓉酥上下手。她派小丫鬟来诓我，就是算准了，只要奴婢不在您身边，谋害子嗣的罪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整个侯府谁不知道，奴婢是夫人的贴身丫鬟，只要奴婢被攀扯进去，夫人也就完了。可是奴婢昨日明明没跟那丫鬟走，她理回收手才是，为何还要硬着头皮让冬梅去送那芙蓉酥？因为她太贪心了。除夕之夜是除掉秦柔白肚子最好的机会。夫人，如今侯爷明摆着要护她周全，连审讯都亲自盯着，咱们是不是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？快伺候我更衣，我们现在去慈安院。是。母亲，儿子已经查清楚了，冬梅为了自证清白，在审讯室里撞柱身亡了。她死前咬定那碟芙蓉丝绝无问题，儿子让大夫反复验过，确实只是普通的糕点。柔曼这次流产，大约是除夕夜吃的杂了，即使反复如厕，这才伤了根本。况且她肚子才不到2个月，胎相本就不稳。真的？儿子亲自查出来的结果，自然是真的。你先去处理公务吧。撞柱身亡，高斩师，为了把徐香瑶摘干净，你竟连杀人灭口这种戏码都演得如此周全。母亲，明天就是正月初2了，按着大昭国的习俗，出嫁的女儿该回娘家了，我也该回国公府看看了。阿吴，按理说是该回的，可你现在怀着身孕，这才3个月，正是最要紧的时候，实在不宜车马折腾，不如让展石备一份比往年更厚重的礼送过去，我再亲自写封信给亲家母说明缘由。今年你就留在府中养着吧。母亲，正因为我有身孕，我才更应该回娘家。秦姨娘的孩子昨晚就那么没了，我的孩子必须保住。在这安南侯府里，有些人的手我躲不过，可到了国公府，便再没人的手能伸得进去了。阿吴，秦姨娘自己没本事保住胎，那是她命薄。她但凡还是个人，懂点尊卑，就绝不该把这事儿记恨到你头上。母亲知道的，我说的不是秦姨娘。我不信高展石和徐香柔在你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这么多年，您会一点端倪都看不出来。您不过是不想做那个拆散鸳鸯的恶人，又舍不得我这个国公府出身的儿媳，才装聋作哑，替他们遮掩到了今天。阿吴，展石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你要信母亲，你是展石明媒正娶的正妻，不管是那个秦姨娘还是徐香瑶，他们谁也无法与你相提并论。阿吴，你就当是为了腹中的孩子，原谅他这一次吧，这不过是男人年轻时都会有的一段风流仪式罢呀。风流轶事，母亲，您这话说得轻巧，这一场运势在前世可是要了我的命。母亲，您方才说的那些原谅与否的话，我现在真的没有心力去想。我如今这身子，只想平平安安度过孕期，把我的孩子生下来。不管大人之间如何，这个孩子，他流着展石的血脉，也流着我的血脉。我知道展石不爱我，但他既然是孩子的父亲，他肯定会爱我们的孩子。阿武，到底是国公府教出来的，虽受了委屈，到底没想过要把事情闹大，是这个理。阿武，你这样想就对了。展石以前是年轻没定性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他正经做了爹，心思自然就收回来了。明日回娘家，你就带展石一起去，在那儿多住些日子，好好养养胎。谢母亲成全。姑娘，老夫人总算松口啦。我那个娘家虽未必视我如珍如宝，
但只要我怀着安南侯府唯一的嫡子回去，为了这份尊荣，他们定会倾尽全力护我周全。春回，过了今晚，咱们主仆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见过大小姐。前院刚才审死了一个丫鬟，叫冬梅，侯爷说是处柱自杀，尸体这会儿估计还没处理。你现在就去盯着，看他们把尸体丢到哪个乱葬棚。记住，盯着点儿，别让野狗啃了。小姐的意思是，要留全尸？等安顿好了，你想个法子，把横兰院那位秦姨娘引过去，让她亲眼瞧瞧那尸体心口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剑伤。剑伤？侯爷不是说……我跟前院洒扫的婆婆打听过了，她亲眼瞧见高斩时丢了一块沾血的破布，若是撞头，何须用布擦拭剑刃？那是灭口。明白了，奴才这就去办。春回，找那2个最会传闲话的去那儿守着。夫人要奴婢教他们怎么说吗？侯爷当初压根儿没想纳秦柔曼，他心尖上的人是表小姐，只因担心我这个国公府嫡女不同意，才故意抬了秦柔曼出来当幌子，试探我的态度。谁知我竟贤良的答应了，这才让秦柔曼捡了表小姐的漏。奴婢明白了，这就让他们去。徐香瑶打着为我出头的旗号，跟秦柔曼闹得不可开交，而我表现得越是大度接纳，秦柔曼心里的疑心病就会越重。夫人，话都传进去了，秦姨娘身边的丫鬟听得真切，想必一会儿就能传到她耳朵里。她那个孩子没了，高斩石到现在只去过横兰院1次，还是为了告诉她冬梅已经处柱身亡。等她明白自己从头到尾只是一块垫脚石，连肚子里的孩子在高斩石眼里都屁都不是的时候，就是我收网的时候。秦柔曼被捧得太高了，当她亲眼看到冬梅的尸体，亲耳听到那些流言，她便会明白，她引以为傲的宠爱不过是场笑话。捡了表小姐的漏，还真以为自己得宠呢，真可怜啊！侯爷心里只有表小姐，那妾不过是投石问路，试探夫人的底线罢了。秦柔曼被捧得太高了，当她亲眼看到冬梅的尸体，亲耳听到那些流言，她便会明白，她引以为傲的宠爱不过是场笑话。小姐，不出你所料，秦姨娘从乱葬岗回来后眼睛都哭肿了，却半点没去找侯爷闹。哦，她做了什么？她悄悄出了府，先去了珍宝斋买了一把极锋利的短匕首，随后又绕路去了西城黑市，买了一包见血封喉的毒药。匕首，毒药，看来他已经明白自己是块垫脚石了。咬吧，斗吧，秦柔曼，我倒要看看这一世你这条疯狗能狠到什么程度。豺狼与恶狗拼命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。爹娘，女儿这几日身子重，容易乏，想先回房歇息片刻。快去吧，阿吴，让丫鬟扶稳了。岳父大人，小婿陪您杀上一盘棋。也好。侯爷，夫人，快回府！侯爷府里出大事了，老夫人急火攻心，请二位立刻回府。赵嬷嬷，我让你去请侯爷，你怎么连阿武也带回来了？他肚子里还怀着骨肉，要是被吓出个好歹，你这条命担得起责任吗？老奴知错，老奴该死。来人，送夫人回国公府去，现在就走。母亲，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，断没有再走的道理。府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身为侯府主母，必须跟上去看看。就在里头，不准去！阿武，你怀着孕，千万别进去，别吓着了。你只需知道，香瑶她死了。侯爷，您瞧啊，我为我们的孩子报仇了，就是这个女人，
是这个毒妇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，现在他死了，我的孩子大仇得报，你不该夸夸我吗？你这个疯子，毒妇！他到底做了什么，能让高斩石吓成这样？侯爷，您告诉我，现在这个碍事的女人死了，您最爱的是我，对不对？您只爱我，对不对？秦柔曼，你真的疯了！上一世，我被关进庄子里的时候，也曾这样幻想过。我夜里做高斩石来向我求和的梦，白日看到高斩石来杀我的幻觉。高斩石，一开始我盼着睡觉，这样就能看到爱我的高斩石，可渐渐的，我不愿睡觉了。我觉得盼着睡觉的自己恶心透了，看透了高斩石的虚伪，想明白了这一切。我突然觉得折磨我许久的疯病，在那一瞬间彻底好了。朝建美，他刚才对着墙笑了半天，现在又一动不动，这怕是病入膏肓了。越不闹腾，这病得越邪乎。前世可周围看守我的婆子，却说我越来越疯了。秦柔曼，你才是真的疯了。你杀了徐香瑶，竟然还希望那个失去了一生挚人的高斩石能回过头来爱你。阿武，气疯了，咱们回去吧，这里就交给斩石吧。母亲，咱们回去歇息。秦柔曼！夫人，天大的事儿！京兆尹一大早就派人来了，刚从咱们侯府拖走了2具女尸。奴婢听前院的人说，侯爷亲自回的话。侯爷告诉官府，秦姨娘和表小姐私有积怨。侯爷说秦姨娘流产后疯了，怀疑是表小姐害了她的孩子。于是趁着侯爷陪主母回娘家，老夫人礼佛的空当，先给表小姐下了毒，又用匕首虐尸。侯爷还说，秦姨娘事后清醒过来，自知罪孽深重，就在房里自杀谢罪了。可是夫人，昨天咱们回府的时候，秦姨娘分明还活着呀。奴婢听的动静，她哪里像是个要寻死的样子？秦柔曼的性子，哪怕是全天下的人都死光了，她也绝不舍得自己去死。那她怎么会？府里死了这么多人，京兆人肯定要查。秦柔曼只要活着，官府一审，他就会把徐香瑶下药、高斩石宠妾灭妻的丑事全都抖落出来。所以高斩石必须让他自杀谢罪，人死了，他才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夫人，侯爷现在正跪在院子里呢。随我去给婆娘请安。夫人，药温正好，您服下吧。母亲，您感觉好些了吗？吾儿，别怕，有祖母在。那秦姨娘竟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，经历这一遭，暂时那孩子该是彻底怕了那些狐妹子了。阿吴，等这阵子过去了，你们夫妻也能好好过日子了。这就是做母亲的，错永远是别人的。狐妹子是毒蛇，可她那好儿子就算杀了人害了命，宠妾灭妻，到头来也只要得儿媳一句原谅，就能翻篇了。母亲，让夫君回去歇着吧，眼下已入了冬，外面还落着雪，他这些日子为了府里的事儿也没合过眼，再跪下去，身子只怕要吃不消了。不行，那是他自己做错了事，让他跪着长长记性。母亲，药趁热喝了，您先闭目养神一会儿，万事有阿谀在，您宽心歇着。守好母亲，我去院里瞧瞧。瞧瞧，这副皮囊长得真好，若不是重活一世，谁能想到这挺拔的脊梁下藏着的是怎样一副烂透了的五脏六腑？京城里那些夸他才华横溢、品行关重的人，怕是全瞎了眼。夫君，我刚才一直在屋里替你母亲求情，可母亲这次实在是气坏了，怎么也不肯松口让你起来。我也没别的法子，只能偷偷给你送个手炉来，好歹能添点暖和气。阿武，发生了那样的事，
你不生我的气。夫君，昨日蓬莱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柔曼她究竟……别说了，阿武，求求你别再提了。过去的事情就让他彻底翻篇好不好？别再提那个疯子，也别再提那件事了。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伪君子，怕成这副德行。没想到闹到这种地步，最后愿意陪在我身边替我遮风挡雨的，居然还是阿武。阿武，外面太冷了，你还怀着身孕，可千万不能受了冻。听话，快回竹明院烤火去，我一个人受罚就好。那夫君多保重。夫人，您是没瞧见姑爷刚才看您的眼神？奴婢在旁边瞧着，姑爷那话字字几句都是正心的。他肯定是见识了那两个女人的蛇蝎心肠，终于知道夫人您的好了。听到方才那番话，我大约也会像春回一样，觉得苦尽甘来。可现在的我，只要一想到那个人的所谓悔悟，只觉得满心恶心，连隔夜饭都要吐出来。夫人，秦姨娘和表小姐如今都命丧黄泉了，连那个孽种也没留下来。等您肚子里的这位小祖宗往后成了绝，您便是府里最尊贵的老封君。到了那时候，您可就万般皆好了，再也没人能为难您。万般皆好。高展时如今年纪轻轻，身体康健，若不出意外，他压约还能活个几十年。几十年？难道我重活一世，还得守着这个恶心的男人再熬上几十年？春回，去八宝架把那盒肚中和那一坛上好的阿胶酒取下来。夫人，您这是要……去厨房。啊，小姐，这是秦姨娘在黑市买的那包毒药，奴才截了一半下来。我既然已经重活了一世，为什么要活得这么憋屈？我凭什么还要忍他许久？你退下吧。见过夫人，这点小事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？侯爷在院里受了冻，我心里不踏实。你去先用这些肚中煮水，3碗水慢火煎成1碗，等汁水浓了，便倒入这坛阿胶酒中，在炉火上温着。老奴省得了。另外再配几个驱寒的下酒小菜。侯爷忙碌了一夜，等他过来，正好能吃上一口热乎的。夫人真是体贴入微，这肚中温热散寒，配上阿胶酒，最是滋补。老奴这就忙活起来。夫人，您能想通了，对姑爷好，奴婢本该替您高兴的。既然我想通了，你为何还皱着眉头？奴婢应该是高兴的，可看着夫人这样委屈自己去讨好那个伤透您心的人，奴婢心里总觉得有些替夫人难过。她是个好姑娘，她没有上一世的记忆，不知道我曾受过什么样的碎骨之痛，所以才会本能替我感到委屈。没事的，走吧，我们去慈安院。别管我了，阿武，这雪大寒气重，回头你若是着凉了，我的罪过可就大了。从前他用这种语气同徐香瑶调情，后来又骗秦柔曼，如今这套虚伪的体贴终于轮到我。夫君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现在就进屋去同母亲求情。分明心疼的要命，却还要在我面前做戏，无非是想逼我主动开口求情，好让我不再计较他做的那些烂事。母亲，展示已经跪了这么久，再跪下去身子肯定要生病了。阿吴心疼他，求母亲宽恕他吧。唉，那个逆子做了那么多荒唐事，哪值得你这般替他求情？赵嬷嬷，快去跟侯爷说，既然他夫人帮他求了情，就不必跪了，让他赶紧滚起来。是，老夫人。侯爷，老夫人发话了，请您起身吧。夫君，快回去换衫上衣裳，我特意应付了厨房，给你煮了温热散寒的肚中酒，还做了几道你最爱吃的驱寒菜。你忙碌了好几日，又受了冻，待会儿好好吃一顿，然后回房暖和的睡上一觉。母亲这边有我陪着照看，你莫要寒心。阿武，
你真好，这天底下你是对我最好的女人。傻阿武，你夫君我一个大男人，身子哪有那么不经动？你还说呢，为了给你暖身子，那毒中我特意选了极高年份的阿胶酒，也是压箱底的精品。若不是怕你落下病根，我可不舍得拿去煮酒。阿武，你对我的这些心意，我都明白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母亲，儿子知错了。儿子这回去换衣，不叫母亲和阿武担心。你看，男人就像小孩儿，犯错没关系，只要他肯回头，以后改过就好了。阿武，你这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，福气都在后头呢。这是当年我婆母传给我的，一直压在箱底。你这样的贤良淑德，配得上这套东西。往后，这个家就靠你了。昨日赵嬷嬷传话急，亲家母忧心你，几次派人来询问。我派人去国公府解释过了，如今一切安定了。你若想亲家母，我让展石陪你回国公府再住几日吧。我去护国寺请法师来家里做一做法事，去一去晦气。好啊，这几日的事情，我亦会在爹娘面前遮掩，不让爹娘生淑分的气的。唉，好孩子，难为这般懂事。侯爷刚吃完杜仲酒歇下，吩咐了不许打扰，咱们走远些伺候，免得走动发出声响，惊扰了侯爷休息。是，快些走吧。夫君，怎么了？快带我去瞧瞧夫君。我儿啊，是谁毒害了你？天塌了！我高展石，你终究是死在了我的前头，我终于不用在这安年侯府陪你这个恶心的人再熬上几十年了。公公年轻时落入冰湖，伤了身子，子嗣艰难，只得他这一个独苗。如今他死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南南侯府唯一的希望，唯一的继承人。从今往后，这府里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我。这安南侯府真正成了我的家。